我不办这个护照，我以后出去旅游也方便啊，对不对？把行程写好了，去哪个国家，什么时候去了，到时候根据这个行程去核实你的那个了。你是有一致的。我知道，我到时候我会申请的吗？你申请你就把行程写了，你现在把你的行程写清楚啊，你去哪里吗？你确定好了，有能力去了，你再来申请。办个逼护照，又是查存款，又是查资产，还要流水证明。知道的我是出国打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西天取经去了。现在去国外都要先报备啊，报备当地的派出所。来了啊，去报备一下。最近有不少朋友发现啊，出国比之前麻烦了很多。你像全国很多地区啊，像河南啊、湖南啊、青海啊，尤其是福建啊，你回来以后啊，有的都接到老家的电话让你注销护照啊。手上还没有护照的啊，抓紧时间把护照办好。好多地方已经开始要求要邀请函才能给你办护照了。所以啊，不要再抱怨签证难办了。好多人呢，连个那个本本他都拿不到。不给人办护照，我真的气死了。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多地方的人把自己那点权利去为难别人，发挥的淋漓尽致。护照就跟身份证一样，去办理就是每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他不给你去办理。能不能把护照还给老师啊？我一教语文的，每天背的是岳阳楼记，改不完的是学生的作业，既不涉及什么国家机密啊，也不搞什么敏感项目，凭什么收我们的护照？领导们是不是把教师和涉密人员划等号？护照是我们的自由，放假出去玩玩怎么了？又不花你的钱。中国人不是在办签证，就是在办签证的路上。在这个世界，有的护照是畅通无阻的通行证，而咱们的护照有时更像一份得层层审批的申请书。进入2026年，中国护照办理整体遵循非必要、非紧急不履行原则。甘肃、贵州等地更出现公民护照被暂为保管的迹象。据知，福建、新疆、河北等敏感地区换发新护照都很难，需要提供更多的所谓证明。出入境也会被检查手机或盘查申请理由，回国人员甚至被要求注销护照。最近可能都想出去玩，我后台收到老多问我刷存办护照后续了。哎，你好，我想查询一下我的护照办没办下来。大家查到窗口查，我们这边电话查不了。但是之前我都是电话查的，就是我12月25号提交的那个材料，中间公安局已经打电话核实问过我了，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信儿。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要是办不下来，或者是差什么材料，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我说一下，让我补交材料啊，不能这么一直等着。你好，我这边能办的材料里没有你的，就还有啥疑问你可以到窗口试试啊。上窗口，然后就能帮我查是因为什么原因，或者是啥，到现在都没办下来呗，就只能到窗口了，是不？那行，好嘞。一直都在说没有我办不了，我每次打电话都是这个态度。这2天在忙着办理这个新护照，但是一直都没办出来，他不给办，这就有点恶心了。反正就敢做不敢当，干了坏事不敢承认。这我都不知道这些人一天是干啥的，吃着皇粮，一天不干正事儿。这把我弄得我现在头大，我今天还跟这边办理申请的人都吵了几句。这边他让我提供居住证，居住证的话我必须在这边居住6个月以上我才能办居住证，但是他口头上这样说，他也没个文件啥的，反正上边早都规定是不需要什么居住证乱七八糟的，他就是为难我。你办什么？我护照，户口是哪里的啊？就是贵州的呀。哪里？贵州 B 级。你在这边读书还是做什么？上班。家里有贵阳市社保没有？啊，没有哎。要提供一个长期在贵阳市居住材料给我们，还有你这个护照急用不？我们给你办了之后，还要把材料传到你们 B 级那边，你们那边审核签发同意办才走下一个流程。要取得质量不确定，租房的话要注册合同，上面有你的名字没有？有。你在哪里上班嘛？我在那个小河那边，已经可以去了。不，你是住外边吗？我住在老明大那边。你这个我们只是说先跟你把材料上传。好，如果到时候你们那边如果不同意办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中国人出国为什么这么难？你手里拿一个中国护照，说实话，说走就走这几个字基本上与你无缘了。有些国家呢是一本护照走天下，只要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就行。我们不行，我们要证明的东西太多了。首先你要拿出护照证明你是一个人，然后呢你要提供没有案底的证明，证明你是一个安全的人。接着你要提供你的银行卡余额，证明你是一个有消费能力的人。再接下来你要提供你的银行流水，要求每个月都有进账的，证明你不光以前有钱，你还能持续有钱。还不只是这些，这位博主说，接下来你还要提供
在职证明，证明你是有一个好工作，绝对不会出国去打工，更不会出国后消失。你还要提供房产证明或者是国内的营业执照，证明你不会在那边常住，也绝对不会到那边去创业。就算这些都提交了，你也不一定能过关，因为在面审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或者是因为你长得不可信，你依旧无法出国。另外，法律界人士看来，护照属于公民合法证件，以暂存报备为名的措施，本质上是一种对公民自由流动的前置性管控，已经超出了正常行政管理的范围。这种做法给社会各群体造成了很大麻烦，比如留学生紧急返校变得更加困难，外贸与商务人士的不确定性形成，影响合同或合作，跨国探亲者照护安排受阻，海外长期居住者仍被纳入管控范围。你说中国人可怜不可怜，可悲不可悲？穷人最快的翻身方式呢，就是出村，不要再去想着创什么业啊、自媒体啊。你就说说普通的人有几个能干成功的？你都不如去一些发达的国家干个几年，比如说离我们最近的泡菜呀、樱花呀。条件更好的呢，你们就可以去试试澳大利亚或者美国。蓝领技术的人哈，但凡你到了那边去踏踏实实的干个几年，那指定要比你现在要强很多。我说实话啊，如果说你们在外面能拿到一个身份，那不仅是为自己找了一个出路，同时呢，也是为你的下一代铺好了路。什么路？不卷之路。太累了。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在澳洲上班，付出跟你的收入是成正比的。比如说像我今天上了将近12个小时，11个小时多，那算成澳币大概就是330多刀，换算成人民币那就是1600多块，差不多。那和国内工作相比，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这边流程会比较正规，而且也不会有人说因为你请假或者是比如说临时有什么事情生病啊或者什么，就对你有其他的一些苛责或者怎么样，不会的。卷是什么？卷是无意义的，我这是有意义的呀。卷是那种本来应给你200块钱1个小时，你非要干2个小时，或者说本来200块钱1个小时，你非要100块钱去做，那个才叫卷。我这个不叫卷。网上一条视频说我在澳大利亚根本停不下来，不敢停下来，就是只能不停的工作。有很多人骂我说我太卷了、太拼了，然后说我不懂生活什么的。我身边大部分的外来其他国家人，只要不是澳洲本地人，比如说我2个室友，他们是印度尼西亚的女生，在印度尼西亚他们的货币很不值钱，他们来到澳大利亚之后，他们1个月就可以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就付一个房子首付。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努力？你会不会去拼命的工作？然后我现在是时薪30多刀，换成人民币150，你跟我说没有必要换算人民币，我在澳洲挣钱澳洲花，谁跟你说我要不要说花？我拿回国花不行吗？在澳洲我就是每一周我就会看到我的那个银行卡数字蹭往上涨，我就根本停不下来呀！你们让我停下来享受生活，我要怎么享受生活？我请问，在澳大利亚干1年活比在国内干5年，也就是说你把你的青春期啊、寿命期、赚钱的期、打工的期限都缩短了。2年在澳大利亚打工2年，相当于在国内打工10年。你算，你要是在澳大利亚打工5年，相当于在国内打工25年。你知道，对一个人来说25年，我现在都41了，我就感觉到我都老了。如果是一下子给你加25年，你想想什么概念嘛？我就再辛苦再苦再累，我就25年我忍着嘛，对不对？在国内20多年，100个馒头100个 W 也很难搞定，真的很难搞定。关于年轻人或有条件的人要不要出国，网络上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年轻人不要躺平，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特别是在国外机会更多。也有人提到，如果大家都出国了，国内的低薪工作谁来做？国家的发展怎么办？150工程还怎么进行？150能答应吗？所以现在才出现了卡护照办理、注销护照的诡异现象。还有人吐槽，现在是有权有钱的人不受限制，国党制度下的规矩就是给底层牛马用的，底层的劳动力就是给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牛马的后代多数也都是底层后代，几乎无法实现跨越阶级。我党允许你觉醒，但是绝不允许你走。我党管不住你的嘴，但至少要管住你的肉身。所以就给出国设置了中国特色的门槛，比如语言技能、花销银行流水线、存款证明、资产证明、在职证明、无案底证明等等等等。你说一天为了3餐努力赚钱的底层人，哪还有时间去处理这些繁杂的事？如果你找劳务公司，就要再花上一笔昂贵的开销。你说这样是不是就让一批底层牛马在绝望中放弃了挣扎？时薪1个小时，1个小时高达5块钱，一个店里一个，一个店2个。
你搁哪找的？卫生间找的？卫生间也看了，人民医院那条街上都看了。月20号放假回来，就一头扎进找寒假工的队伍里，马不停蹄。可几天下来，处处碰壁，没找到一份合适的。昨天他一进门，气呼呼的冲我喊：“妈，气死我了！我们的劳动怎么就这么不值钱呢？”原来他去问了一家快餐厅，人家开价1个小时5块钱。造化不易呀，出来发传单，1个小时5块钱。帮我扔一下，谢谢。你好好看一下，看装修。不用，不要帮我扔一下，我做任务。一个人一张，好，帮我扔一下，来看一下，帮我扔一下1，不看也帮我扔一下啊。来叔看一下，我看给我扔一下，我叫他干嘛？做任务来。来哥看一下，不看帮我扔一下，哥，谢谢哥。现在很多人的时薪呢，比停车费都要低了。我刚才看到一个招聘广告，月薪2600元，月休只有2天，要求18到32周岁，就算是加上绩效，1个月估计也就是3000出头。但现实中，这样的工作有大把的年轻人在做，你敢信吗？40年前的工资是3000元，20年后的工资还是3000元。现在的很多高端商场，停车费都不止15块钱1个小时了吧？各种物价呢都在涨，唯一不涨的就是我们的工资。有什么历史事件让你觉得荒谬却是事实？2025年，我们部分底层劳动者的时薪没有充电宝高，这个确实是事实。因为之前有人去采访那些环卫工人，某个地方1个月才800块钱，而且还拖薪拖了几个月了，1个月没有休息了。现在就套成这样鸟路嘛，我都不愿意来这里。但是为了生活，还是人来吃饭，给你们那一趟不容易。你没有休一天吗？哎呦，俺连过年吃一周来。今年多大了63。你60多该享福了。你享什么福？只是要钱，钱没有什么用。人家他那上银行的，人家就1个月1万多，反正1年挣1万。他没做贡献了，农民没做贡献，俺这农民没说交公粮，那不是做贡献，工资这要人民吃。中国移民管理局2026年1月28号的数据，2025年中国出入境人员有6.97亿人次，年增14.2%，创历史新高。其中，大陆居民3.35亿人次，港澳台居民2.79亿人次，年比分别上升15.1%、10.1%。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中国公民出国工作、学习、生活的人数早已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人选择在国外长期居住，甚至永久定居，其中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对海外自由生活的向往、教育环境的差异、就业机会、医疗条件、社会福利等等。但这些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素，令人深思。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